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琳。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中国的两会哦，很多人当然都很关注啊，在这个两会里面到底有哪些的内容值得我们好好来关注哦。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要邀请到平息最精准的我们明居正老师哦，来帮我们来做一个解析哦，让我们了解一下到底我们要怎么样从我们这一次的两会里面的相关的这些内容的部分，可以做哪些给我们作为一个重要的资讯跟参考。那首先是不是欢迎我们的透视中国高级研究员以及我们台大荣誉系教授明居正老师？主持人洪立老师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我想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两会的部分哦。那其中李克强他有政府的工作报告，那大家非常的瞩目哦。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您看到了哪些的内容？好，那刚刚你提到人大跟政协两会，一般来说政协比较是一个花瓶嘛，所以大家都不太谈它。是，那重点都摆在这个人大上面。然后人大重中之重的，就刚刚你提到了这个总理的每一次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那么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呢，分成几个大块。第一大块就是1年来重点工作总结，就像去年一样。那么去年过了之后，他就报告前年的情况。再来就是“13+5”的成就，就是过去5年呢13个5年计划的成就。再来就是今年是“14+5”的这个规划的第一年，就是“14+5”的目标是什么，他也做了铺陈。那么这“14+5”当然是5年计划了。那么既然今年是第一年的话，那么今年第一年要干什么？那就下一个部分就今年的这个目标，然后最后是一个结论。所以大概分成这么5、6块，5、6大部分。所以我想这个中座的重点，我想我们就请老师一一的来帮我们做一下说明哦。那当然啦，这个重点不外乎怎么对抗武汉肺炎、成就经济发展，大体上也都是过往一个重点或者民众他们包含中国境内关心的一些议题哦。那老师还有哪些呢？大概我想第一个你刚刚讲了，就是关于这武汉肺炎，他们叫做新冠肺炎了。那比较奇怪就是他当然会讲说，对抗这个武汉肺炎，对抗新冠肺炎呢有成就。可你仔细看呢，第一它篇幅并不长。照理说这么大一件事情，在全世界搞了这个几千万人这个染疫，然后在这个又死了多少百万人，中国大陆你如果说真的按照他讲的一样，全部不到10万人染疫，那死亡不过是几千人，那不过是美国的几分之几，美国已经死掉到50万人了，他应该是大书特书，这了不得的事情啊！就第一呢，它篇幅非常短；第二，语言非常抽象而空洞。什么叫抽象而空洞呢？基本上没有数字。是，美国如果出来做这个报告，它必须报告什么？我们染疫多少人？然后这个最后呢，死亡多少人？然后相关的我们猜测案例多少？然后这当中轻症、重症什么等等，恢复情况什么等等。最重要就是你中共如果真的这么本事，全治愈了这么多人，你要报告治愈情况啊。你怎么治愈的？用什么办法治愈的？那给别的国家要一些参考啊。然后我们在一般的公卫的做法啊。治愈之后你要追踪，是它有没有后面的变化？比如说，什么日本就报告说啊，他记忆什么丧失啦，或者说什么空间的这判断的这个弱化啦，或者甚至等等啦，或者说这个什么很简单事情都做不了了等等，也就是他的生活的自理能力呢受到影响。这些你要讲啊，我们在这边都完全没看到。可令人惊讶就是，你说政府工作报告，你好歹提一下数字都没有。那你如果说他现在不是大量出口疫苗吗？各国都买了很多疫苗，他应该告诉大家说，我疫苗多厉害，我发展出了什么国药1号、国药2什么等等，然后多厉害多少，卖到哪一国，帮助了哪一国拿多少事情，没有讲。很抽象的空洞啊！我们战胜了，我们在这个习主席领导之下，我们战胜什么？大家团结一心什么等等。你会觉得说这后面问题太多了，他都没有讲。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他当然讲说，经济呢稳定下来了。照理说，你应该大书特书，就是在武汉肺炎或新冠肺炎冲击之下，这经济受到多大的影响，我们花了多大力想把稳定下来了。他就描述一下，我们稳定了，我们6稳6保都做到了，然后帮助中小微企业过关什么的呢？好，这第二点。第三点呢，当然我们猜得到，就是就业稳定了。我们不是讲说这些冲击民生是什么就业稳定了。然后当然不忘记提到说这个消除贫困的问题，像我们讲说这个扶贫的问题。
再一个部分呢，就谈到大国外交，可是这跟一般的国情报告不一样。国情报告谈大国外交或谈国家外交呢，通常会相当篇幅，它也是很简短，也是我们外交很成功什么的就过去了。然后最后比较有趣就是有一段叫做困难与挑战这个地方倒算是讲的老实，所以就这么几个部分呢，整个读下去你看的结构呢，你会觉得说很惊讶，就是说这跟你想象中的，或者他应该真正触及到的问题呢，很多他好像没有碰到。是这个理论上，过往中共很喜欢大外宣，一定是刚刚老师讲的大说特说，疫苗多厉害，治愈多少人。我觉得啦，有一句话叫做“这个说了一个谎，要花更多时间圆其他的谎”。我觉得他干脆不要给数字了。常可能看到老师节目这样在讲，我宁可不给数字，给了数字，到时候人家说怎么可能只有几万，光哪个省就多少万，到时候他又很麻烦。所以当然回到困境跟挑战的部分，这刚刚老师讲的，导师还蛮诚实，愿意面对自己的不足哦。那到李克强谈的这个困境挑战是哪些呢？当然他是老师，他是把问题点出来了，但是坦白说，基本上没有申论。他列了10几个题目哈，我一刻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这个肺炎呢仍然在全球蔓延。第二呢，所以国际情势不稳定跟不确定因素增多。那么这个话呢，在别的地方出现，尤其是后来习近平特别讲这个话，就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多，所以要准备打仗。他倒就呼应了一下，但是没有去申论。但这个地方主要是给习近平跟给军方去讲，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所以导致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中共讲这话意思就是说呢，复杂严峻，表示说对他形成了挑战了。但他又没有说，他就告诉说这个情况很严重。那为什么很严重呢？我们过去讲过，我们把它连起来说。中国大陆的经济跟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相比起来，有一个特色，它对外贸的依赖比重比较高，这在大国当中比较少见。它对外贸的依赖呢，大概到20%到30%之间。当然前一阵说降到3%，从60几降到31%，看起来是很大的成就。那么后来当又说又再减少一点点，那么现在大概具体数字就是25到31之间，大概这样子。这个数字依然非常高，也就是中国大陆每赚100块钱，大概四分之一呢是靠外贸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国际的政治、经济跟公共卫生情况不稳定的话，那么别的国家贸易不畅旺的话呢，他就没办法给他进行贸易。他东西卖不出去，为什么？人家不想买，人家没有这能力买，或者人家的消费力整体下降，因为他要去防疫要干什么？所以这句话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叫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但是告诉大家说，其实对他经济冲击很大。好，那然后再来第四，国内疫情防控有薄弱环节这话讲得很客气。我们看到这边又报那边又报，然后再来经济恢复基础不牢固。再来是居民消费受到制约，投资增长后劲不足，中小微企业跟个体户困难多，然后稳就业压力大。所以这些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分成多点呢，其实基本上呢就是从武汉肺炎冲击所产生的，冲击到自己，冲击到全球，冲击到联动关系。好，这前面大概一半。后面讲说创新能力不足啦，财政收支困难啦，生态环保还不做得不好啦，民生领域还有不足啦，然后政府工作不足呢，他特别强调说官僚主义程度官僚主义不同程度的存在，这就要成老师的话。然后这个很多干部呢不担当不作为情况还存在，最后他说一些领域的腐败问题仍有发生。前阵子不是才抓了几个大贪官吗？赖小民什么等等，有的枪毙了吗？所以我说他是老实，但是也是一样，用很简单、用比较抽象的话语呢，一句话就带过了很多的问题，但他至少是把一些问题摊出来给大家看了。是，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大家好奇“13+5”，毕竟过去做的成果，应该很喜欢敲锣打鼓。到底李克强怎么来界定“13+5”的整个计划最后的一些发展的状况？当然，就像我们说的，因为他们是采取5年计划嘛，就每5年一次，每5年推动一个规划。我们不是说国家经济不应该规划，因为经济到现在非常复杂，国家的这种经济政策也好，或者说这个财政政策也好，或者说补助政策也好呢，它必须有一些瞄准的方向，就是。
譬如说现在如果说以中国大陆呢，他还去什么把钱投入什么制造阳伞工业了或皮鞋工业，那当然就不恰当了嘛。所以以他来说，现在既然是高科技比较重要，农业比较重要，粮食比较重要的话，他钱就应该往这边走。所以他就应该告诉我们说，他钱投下去之后，然后在过去5年当中得到什么成果。他当然有一段话，但整体来说呢，我先问你啊，你看过这个报告没有？这部分好，那你是有谱的了。你原来认为他在写13.5的成就的时候，你认为他篇幅应该有多大？你觉得？当然要非常大啊，因为我这就是我说书的嘛，因为未来的愿景还没做，我当然要已经做过的东西好好讲一下。对，好，他这个报告是16000多字，这地方少说应该是1/3到1/4，对不对？是1/3就5000多字，1/4就4000多字。那这地方呢，我算了一下，不到1000字。这个不是就可以想象，你写了一个企划书哦，然后到年底结案了，你一定要大书特书说，你看你给我这些钱做这些事情，我有什么多好的成就，就1000个字就结案了，搞不好贴2张照片，对不到1000字哦，这不到1000字，这个可能有点偷懒的嫌疑哦，老师怎么回事？要么就偷懒，要么就是成绩真的不够。他不能说太多，因为言多必失，说多了就被大家挑到毛病了。好，我们看他说了什么。他说，过去5年，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中共哪一年没有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这好空洞哦，啊，是这样。然后经济运行整体平稳，然后经济结构优化，国内生产总值从不到70万亿元增加到超过100万亿元。那坦白说，如果这数字是真实可靠的话，这成就还算不错。也就增长多少呢？大概40%以上。对不对？你这样粗算一下。对。然后创新型的这个国家建设成果丰硕，他举了几个具体例子啊，载人航天啊，我们叫航空，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级计算机、量子信息，这是列出了几个4、5个比较重大的东西。我们的确看到是有突破，没有错，这都是事实。它重大推进了。再来讲的比较多的是脱贫攻坚啊，就我们讲说它消除了这个贫困什么等等，帮助9900万人脱贫啦，然后多少多个县呐，多少个村呐，什么等等，那一路排下来。可是我们上次特别强调，它这个脱贫呢是脱离绝对贫困。什么叫绝对贫困呢？联合国标准是每人每天赚1块钱美元，就差不多28到30块台币，一人一天赚28到30块台币以下叫绝对贫困。中共说这个标准呢，那对我们中国不适用，我们中国是0.7，所以换句话说，大概每人每天赚大概差不多18块到20块几块钱的新台币啊，叫做绝对贫困。大家想想看到 Seven 打工1个小时多少钱？都100多块。100多块，大家现在听懂了吗？啊，这样对比，大家明白了。当然，就是说台湾到底是世界上算是比较前30-40名的经济体，你跟大陆上比呢，当然是不太公平。我常常就讲说，如果当年中国不是走共产主义，走的是三民主义，你看今天有多大差距？那今天他告诉你说，我有重大成就，然后呢，这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然后就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共执政70年才勉强达到我们几十年前的水平，现在拿出来这样讲，你说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花了这么多东西，搞了这么多计划，弄了半天，搞了5年，他用大概不到1000字告诉你说我做成这些事情。这听起来这感觉很怪吧？对，听起来非常的怪，而且我想这个要说是成就很怪，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总是应该是针对现有的部分的成就做一个梳理，然后去检视，接下来才有在下一个5年的新的挑战。那看起来这个原来的基础显然都有问题，所以我当然就很好奇，如果前面都掰得这么辛苦，老师那14.5到底大家能给大家什么愿景？再脱贫，再更高脱贫，再更高技术，我觉得这个我也会讲，这个以后我来写好了，我们可以免费帮这个中共来写这个报告。他14.5呢讲的也是比较抽象。他说我们要搞经济发展，这猜得到了，要创新驱动，这个观念是个不错的观念，他们也经常讲这个东西。但问题是，
创新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我们不是小看这个中国大陆，我们只是讲说，因为这种经济社会，尤其是政治的结构，使得有的事情呢不容易做到。我倒不说资本主义多好多好，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我们同时看见资本主义很大的优点，就是它充分利用人的自私心理跟贪婪心理。好，那么人都自私，对不对？那共产主义想法是我要消灭自私，然后培养你的这个为公的这想法，看起来是不错。但是如果说人的私心真的还在，你又不能恰当的，我要说清楚啊，恰当的照顾到人的私心的话，你拼命去追求公心的部分或公众的部分，最后造成一个假东西，是不是这样？大家会造假来骗你。创新驱动，为什么我特别拿出来讲这件事情呢？在别的国家，创新驱动呢，第一受到专利的保护，第二呢，它是要追逐利益的。我不说追逐利益一定很好，但是刚才讲了，既然人有一定私心的话，你就必须在肯定或者承认人的私心的基础上面，然后给他一个动机，给他一个诱因。那么所谓动机诱因就是第一，刚刚讲的专利；第二呢，当这专利你拿去卖钱的时候呢，那么这钱呢归你。然后所以因为人的自私心理驱动，所以人会去创新，所以大家就现在发明各种各样的 apps 啦，发明这个发明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希望说能够创造一个能够创造钱的机会。所以创新驱动呢，看起来是推动科技的一个基础，但它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逻辑的这个因素，而这逻辑因素呢，基本上还是人性。好。所以他讲说，在第三个部分要建立强大的国内市场，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内循环。那这个地方他倒没有特别讲内循环，他也没有讲说国内国外没有大肆鼓吹说国内国外双循环，他是轻轻讲了一下，特别讲了强大国内市场，就跟我们前面讲的相呼应了。如果我们前面说的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困难复杂，这就呼应到这里说，因为世界经济形势复杂，所以我们对外贸的依赖必须降低，对外贸依赖降低必须强大国内市场，这原来是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一个中国大陆长期这么高比例靠这个外贸去拉动经济的这么经济来说，这样讲就告诉你说，其实出现很大的问题。然后这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呢，乡村振兴，这是所谓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那么三农问题在中国呢，一直长期以来是一个应该说沉疴了啦，这么久的都没有解决。有些国家呢，基本上农业很发达，像北欧有些国家农业很发达，荷兰农业很发达，比重很高。荷兰的农业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这畜牧业，第二呢是养花养花这个种草养花之类的，这个很发达。而这个是农业，那中国大陆农业呢，请各位注意啊，大部分是我们说的生存农业。什么生存农业？用另外一句话叫做糊口农业。也就是说，我种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是拿来吃的，要么就给我吃，要么就给家禽家畜吃。他们吃完之后，我再吃家禽家畜，所以基本上是糊口用，我们叫 subsistence agriculture， 糊口的农业。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农业的产品距离出口呢还有相当距离，你去看到进出口数字就行了。它不是没有出口，当然有出口。也就是说，当它国际价格相对价差划算的，它会出口。那么价差划算的，它就买进来。可整体来说呢，就是买进来的数量很大，卖出去数量很少，表示说农业出口的能力不足。那么农业出口能力不足呢，当然如果说你工业可补关，那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农业出口能力不足，然后呢，对于这个外进口粮食的依赖的比重又这么高的话，其实是有危险的。所以他提出乡村振兴的这话呢，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如果农村的这个农村农业农民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务农的这个我们叫做生产力不足的话，那么工农两条腿不平衡呢，它一定会走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他们看到问题所在，但是我们一直强调说，为什么看见问题所在而解决不了呢？基本上跟他的政治体制有关系。他如果政治上采取一党专政，然后经济上还在搞这套计划经济的话，那么
迟早呢会翻车，所以他先看到问题呢，但不一定能解决。在第5个部分强调改革开放，这就空话了哈。是。所以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把这点点出来之后呢，但是同样的篇幅比较短。照理说，当然他前面有个“十四五”规划什么写得很长了，可是我们觉得奇怪就是“十四五”规划那么长的一个东西里面呢，有的重点呢没有摘在这里。整个说法呢，比当时我们看到“十四五”规划那个整个报告来说呢，比较抽象、比较保守，少了很多东西。所以这点让我们很惊讶。照理说呢，这么重要的事情呢，也应该把那重点摘出来，摘得很好。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将来还得仔细观察呢。他拿掉的部分是不是表示说那地方将来可能要有所收缩？是。收缩原因呢，我们猜是2个。一个就是国家财政力量不够，第二就是他们发现了他的科技实力推不到这一步，所以这2者呢有所收缩。那这点呢可能还有待观察。这个当然也是值得大家来观察一下。当然接着的部分，大家都会说，那今年马上立即的不谈过去的，不敢谈过去，然后对未来的部分也是很保守，总是今年立即的马上的遇到的状况会比较清楚吧？对，这点倒是。清楚的很，他列了20几项，大概25、26项。那我不能全都说了，我就把特别值得谈的呢提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是 GDP 的目标，这是大家非常关切的。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去年的报告当中没有提 GDP 目标，因为不是武汉肺炎嘛，然后情况很严重，他们对未来没有底，所以不敢说数字。就年底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成长2.3%。是。全世界都不相信啊！台湾有一些不明就里人相信了，然后2.3%，台湾是2.8、2.9嘛，这个几十年第一次比大陆高，啊，非常罕见。但他说6%，当他说6%的时候，全世界很多国家是不相信的，很多这些重要的经济组织什么的也都说这数字不太可能。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反正他说了。这第2个，第3个值得谈的呢，就是所有制的问题。大陆有国企、民企跟外企啊，是分别的贡献都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花一些篇幅谈一样东西，混合所有制，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呢，把私营企业收过来，然后国家把它吃掉，然后来运作。如果说混合所有制可以做成功的话，过去几十年改革根本就改错了。你很早就应该搞混合所有制，你就不应该放手搞民企。朱镕基花了这么大时间去搞民企，然后赵子阳前面花了时间搞民企，然后这个前面李鹏也搞了一些民企，就现在到时候你要开倒车搞混合所有制，这说明一件事情，并不是他认为说国企不行，民企比较好，然后我要用民企办法，不是这意思，而是告诉你说他想掌握民企的资金，要准备这金融危机，或准备这经济危机啊，不只是金融危机。他虽然很漂亮，叫做混合所有制，他是不想重复50年代讲的叫公私合营。过去我记得我好像跟洪林兄谈过这点，我说我当面访问过大陆的一些商人，就真的是民企商人，我说你们怎么看这问题？他们说这就是第2次的公私合营，他就要吃我们，共产党要吃我们了。讲这句话是2、3年前的事情，那现在呢，他提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看到去年1年的发展呢，这步调越来越快。步调越来越快呢，不只是说他想走回共产主义集权，真正的打击他力量呢，在于说国际经济形势跟国内经济形势的不可靠，所谓不稳定性，所以他往这边走。再来讲说优化产业供应链，去年1年呢，他吃了很大的苦头了吧，对不对？那时候我大概从2017年的下半年，我们开始预测，我们说。这些外企呢，或合资企业呢，会大量的离开大陆。当时大家不相信，我们说几个原因：第一，大陆的这个成本增高了；第二呢，这个后来18年的时候，贸易战开打之后，我们说会加速这个趋势，也就外企离开越来越多。大陆网民怎么说？厉害了，我的国，我把谁打跑了？我把谁打跑？我把谁打跑了？当时我们说，你要看见问题的核心，这不是民族主义的问题，这是你这个经济体的吸引力不够了，人家离开你了，离开之后会带成2个负面结果：第一，你的 GDP 会下滑；第二呢，你的整个这个失业率会上升。大家当时不相信，我们说2017年、2018讲的话，现在发现了。
所以他说优化产业供应链，比方说这么多这些产业都离开大陆之后呢，它的产业会断裂的，它产业会断裂的。我们还不说晶片呢，就光说整体生产产业来说，它会断裂。所以优化产业供应链，它是这个意思。扩大消费就是说内循环的这个部分了。巩固脱贫，什么叫巩固脱贫？有可能返贫。也就是现在是脱贫了，为什么？现在国家出大力气帮你，然后你脱贫了，宣传上的好看了。可只要国家不再补贴，或国家补贴减少一点点，你可能又返贫了，你又回到绝对贫困，所以它要巩固脱贫。这话倒是老实的了，就有可能会返贫了。在粮食问题它也很轻描淡写，将来我们就会再详细说。各位注意去查一下数字。他今年年初报出来，去年下半年到年底购买粮食的比例比过去大非常非常多，这有空我们将来再专门说。再来是一带一路，在过去的文献当中，一带一路吹嘘很大，然后我们也谈过很多次，说一带一路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我们说大概没有表面上说的那么好，它可能会有很多烂账烂头寸，有很多贪污什么等等。然后加上大国的打压呢，所以一带一路呢可能会踢到铁板，碰到很大的困难。很多人骂我说你这个就是看不起中国，我说不是，咱们实事求是，我们要看看这个困难跟挑战，你就晓得可不可行。好，那现在发现真的不太成功，所以一带一路呢大概也就是100-200字就讲完了，你也很难想象啊，对不对？然后公共卫生在这里面呢没有提新冠肺炎，这让人非常惊讶的事情。退休养老，他没有谈说养老金制度呢设计不良，可能几年要出现问题。台湾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了，台湾说医保啊什么劳保可能要出问题，我们拼命在电视上喊，他们从来不说，但现在告诉你说肯定有问题了。然后再来民族区域自治问题，说我们要做好等等，又是很抽象，不谈新疆，不谈西藏。然后一国两制呢，香港、澳门呢讲一些空话，完全没有提香港的动乱，没有提香港的镇压，什么都没有讲，就讲说台湾问题，要讲说我们要和平发展，祖国统一。最奇怪的就是他没有谈一国两制。这么多年来讲一国两制，现在不讲了，为什么不讲了？很简单，一国两制香港彻底失败，没人相信了，所以不能说了。是，当然这份工作报告，如果老师看了之后，你有没有什么对于我们政府的这个包含就是整体的看法有什么这个建议啊？我想不管是我们政府台湾的政府，或者我想许多在关心中国相对应发展，甚至我想搞不好一些企业都把老师这一集当作是一个还蛮重要精辟的一个分析让大家了解整个趋势的一个发展。那老师，你整体这样看完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呢？第一，当然就是国际媒体常常会批评大陆这些报告叫做假大空套废，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那这些话比较重了，我不想这样讲。但是我们必须说呢，里面大话、空话非常多，套话非常多，实在东西不够了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刚刚讲了“13+5”的成就呢，照理说你应该讲得很明确，讲得很完整。现在文字也太少，也让人怀疑。再来就是关键问题呢，避重就轻。第一，武汉肺炎会不会再发？那事实上再发你应该讲，那么你也没有说清楚。第二呢，现在的工业发展跟商业发展很大程度靠高科技，高科技呢。简单说，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半导体跟晶片的问题。大陆叫芯片，他们过去搞了那全民炼芯嘛，不是刚像大炼钢铁一样，武汉红芯什么吹得一塌糊涂嘛，紫光集团吹得一塌糊涂嘛，现在垮掉了，为什么一字不提？再来失业问题，800-900万的这些新的毕业生到底就业情况如何？你有没有去讲？再来经济成长数据的可靠性，这6%是怎么算出来的？有没有说清楚？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粮食问题、民营企业问题什么等等，然后巩固脱贫问题，这东西呢都没有说清楚。那再来2个，一个是香港问题，刚刚讲说，他还表面还讲说香港一国两制怎么样怎么样，还说要巩固，那这话真的是胡说了啦。一国两制被你完成一国一制，然后被玩得更惨，将来到了怎么走，你要不要有个明确交代？最后就是你的战狼外交，全世界碰到这么大的困难，你基本上只字不提。当然，你可以说这不说李克强的这个领域，但是作为一个政府的是作为党国的第2号领导人，你必须要谈一下这个问题。这东西不是说完全摆在行情报告里面才能讲的。所以作为总理来说，这些问题不谈呢，那另外大家猜的就是他的权力是不是被缩减了？
这大家的另外重大的怀疑。是，也有可能也因为这样子，他很多想要说的话，也许也因为这样子，并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做一些揭露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这节目就很快速的带来启明老师很精辟的告诉大家中国两会到底要怎么样来做看待。当然特别讲，我觉得这也可以作为所有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甚至我觉得国外的政治人物，还有所有关心中国议题发展的朋友，你必须要了解的内容。我都觉得每次透过老师的这些精辟的分析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我们短短的这个30多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解整个两会的全貌，一定是非常物超所值当然也期待大家把这些内容可以帮我们协助转传给更多的朋友了解这些内容，因为里面其实有些东西真的应该可以再做进一步。老师刚刚提到去做分析比方说过去中国企业最被诟病的部分就是它透过国营的这种背景，然后事实上外面又是一个民营企业，大肆的进军各国去收购，大家就认为这是一个贸易不公的部分。他现在又搞这个国民核，这是不是坐实了？你又不是国际上会更倒霉，或者是这标准的就是赚钱归国，然后赔钱归民，这到底在搞什么鬼？我觉得如果你仔细再细看，真的可以看老师刚刚提到的那几个面向。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集可以让大家更了解，但我们也会持续来做关注，也麻烦大家帮我们的节目做更多的转传，然后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再次感谢明居正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